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是让绝望的您变得幸福的方法。我想每个人都会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可能很少有人能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肩负着特定的角色来到这个世界。那些还不知道自己使命的人，只是还没有找到而已。在经历过人生的曲折后，总有一天会明白，原来这就是我的使命。然而，这种感觉不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轻易出现，因此，上天会给我们考验，剥夺我们的一切，使我们陷入绝望和困境之中。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残酷的方法？因为只有在失去一切后，才能领悟到某些东西的珍贵；只有在黑暗的深渊中，才能发现被遗忘的使命。人们在失去某样东西时，会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因此不必害怕绝望。人可以一次次地站起来，重新开始，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强大。在重新开始的瞬间，你会发现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正是在绝望的边缘，您才会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我们都要自信且骄傲地活着，完成自己的使命，使自己的人生无怨无悔，充满精彩。在这段视频中，我将重点解读本书中我认为重要的部分，希望您能通过观看这个视频得到启发。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下面3个部分：第一，为什么您总是得不到回报？90%的人不知道的奇迹逆转法则。第二，每天都觉得很辛苦的您，其实是无敌的，接下来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第三，立刻见效的方法，现代人常常忽视的能够迅速见效的吸引幸福之神的方法。那么现在让我们从开始第一部分开始，探讨为什么您总是得不到回报，以及90%的人不知道的奇迹逆转法则。听这段话的各位中，可能有人曾经付出了辛苦努力，却未能如愿，未能取得理想的结果，感到非常懊恼。也有人看到周围的人不断超越自己，失去了自信，走到今天。大家或许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那些经历确实很痛苦吧。现在有些人可能正处于困境或心灰意冷的状态。在此，我希望大家能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在那些看似人生不顺的时期，幸运其实正在悄然积累，正朝着您未来的幸运之日迈进。运气就像是强力拉伸的橡皮筋，会反向弹得更远一样。运气在被拉向负面时，它会在稍后以更大的力量反弹向正面。因此，很多人在经历了事业失败或失去财富后，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或者在失恋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幸运事件。这就是其中的道理。所以，即使遇到再大的绝望、持续的忧郁或艰辛的日子，也要始终保持着希望。当您感到痛苦时，要相信接下来会有巨大的幸福降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份巨大的幸福而做的铺垫。您正在积累运气，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激进，但您可以认为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实际上正站在接受巨大幸福的门槛上。不要对那些让您成为祭品的经历和体验感到愤恨，而是要感恩，并相信在克服这些困难后，会迎来更大的幸福。所以，对于周围的一切，不需要心生嫉妒、自卑、厌恶，更不要有拖别人后腿的行为。这样低水平的行为只会消耗您的能量，本该积累的运气也会因此逃离。尽管内心有为什么只有我不顺利的反骨情绪，但如果能够巧妙利用这种情绪，它会成为激励自己、推动自己前进的强大动力。之前我提到过失败之后的成功，或者失恋后的意外幸运，这些现象背后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这个世界是由阴阳法则，即正负法则构成的。当负面的阴气达到顶点时，它会转变为正面的阳气。在经历深深的绝望，被推到负面情绪的极限时，人们本身所拥有的巨大能量会被激发出来，转变成正面的力量。在我们认为已经无路可走的紧急关头，
往往是奇迹发生的时候。在困境中，能否激励自己，决定了您的命运会如何变化。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一种坚韧的心态，试着把困境看作机会，燃起自己的斗志。您强烈的愿望会传达给神明，从而改变现实。然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您丧失了斗志，就无法让好运站在您这边。如果生活一直平淡无奇，奇迹是很难出现的。因此，有时候经历绝望或遇到挫折都是有益的。现在的自己是由过去无数的挫败的经历和绝望积累成为现在的自己。绝望使人重生，而神明也会见证这一切。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要放弃，不要害怕被逼到绝境。相信在人类的强大意志下，运气会站在您这边。不要嫉妒他人，而是激励自己。因为绝望之后必有幸福。对于那些说我虽然这样想，但还是难以恢复的人，作者也有话要说。或许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跌落到最深的谷底，深入到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承受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的程度。只要到了这种程度，接下来就只能上升了。同时，和阴阳法则一起理解的另一件事，我们的身体里蕴含了宇宙的机制。您是一个小宇宙，体内也像宇宙一样拥有太阳。就像太阳在傍晚时分会落到地平线之外，但到了早晨又依然会升起。即使一切被黑暗笼罩，什么也看不见，明亮的早晨也一定会到来。我们也是一样，当您跌入绝望的深渊时，就像晨曦一样，运气会再次上升。特别是在被眼前的事物所困扰，内心失去从容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太阳会升起，寒冷的冬天过后必有温暖的春天，暴雨过后必有晴朗的天空。我们总是与宇宙相连，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循环中。无论现在多么艰难，让我们顺应大自然的节奏，期待即将到来的幸福，克服困难，回报的一天一定会到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解释每天都觉得很辛苦的您其实是无敌的，接下来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那么谁都不愿意经历悲伤、后悔或痛苦的事情，然而神会特意将您推入绝望的深渊，把您逼到极限，但这是为了让您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您拼命从绝望的边缘站起来的过程中，您会领悟到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上，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与其抱怨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倒霉，不如专注于从中学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重新振作起来。那些能够将悲伤和痛苦转化为动力来提升自己的人，会重生为新的自我，并抓住幸福。能够幸福的人，就是那些善于利用所有经历的人。然而，起初没有人会为了找到自己的使命和抓住幸福而主动走向绝望。如果您故意让自己变得不幸，幸福是不会到来的。绝望是神在适当的时机赋予您的，自我虐待只会让神为难。那么，如何尽快找到自己的使命呢？方法其实很简单，而且普通，那就是热爱眼前的生活和工作，感激您所拥有的一切，相信这就是您的使命，这就是您的天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您的热情就是推动命运的力量。如果不巧，这份工作与您的真正的使命不匹配，您也许会经历挫折。当您意识到这并不是您的天职时，可以转行或转变方向，在新的领域去绽放您的光彩。您所经历的挫折将不再是徒劳，正是因为放弃了那条错误的道路，您才能到达了新的地方。有许多例子表明，改变工作或方向可以改变命运。比如，有些艺人在电视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但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而走红。我想您可能也认识这样的人。首先，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全力以赴，这是您能够找到答案的最佳途径。没有热情，就不会有挫折的出现。最终，您能否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还是在受到挫折后转向另一方向，并在新领域绽放光彩？
这些其实都是未知的。但无论如何，燃烧您的热情去做眼前的工作。这样一来，是否继续前进或转向新的方向，您自己会有答案。虽然放弃最初全力以赴的梦想是痛苦的，但如果您知道在那次挫折之后有新的真正的使命在等着您时，您就可以更积极地调整心态，继续前行。现在也许您正厌倦当前的工作，想要辞职，或者觉得自己并不想做现在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作者建议您把这份工作当作您的使命，相信自己是有意义的存在于这里，并努力在这里成长。这样，你或许会在未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到那时，你会发现过去的挫折其实是有意义的，对您来说是一种成长的历练。那些真心投入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所以，认真对待眼前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在工作中，在友情、爱情中也是如此。当您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时，你会收获更大的幸福。因为挫折是重生的标志，被拉向负面的力量是弹向正面方向的前提。如果您总是板着脸或悲伤地度过每一天，即使幸运降临，你也会错过或无法抓住。因此，为了吸引好运，请不要忘记保持微笑和感恩。那些深陷绝望的人，正在经历痛苦的人，虽然可能觉得很难做到，但可以尝试在镜子前练习微笑，抬起嘴角，努力自然的微笑。或许你会觉得自己根本无法笑得出来，但正是这种时候，人们更希望迎来好转的契机。所以请相信你能从这些经历中收获到一些东西。想象一下泥沼中优雅绽放的美丽莲花，或是坚韧的从柏油路缝隙中生长出来，在微风中摇曳的可爱的蒲公英。它们在艰难环境中依然坚守自己的使命，延续生命。您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您变得更幸福，没有任何经历是白费的。请放心，即使是难以忍受的现实，终将成为过去。即使您经历了痛苦的挫折或对生活感到绝望，也要相信更好的契机和更幸福的未来会即将到来。带着微笑继续前行，总有一天，你会感激自己经历过的那段绝望。到那时，您将把所有的经历转化为自身的力量，重生为更强大的自己。无论将来陷入怎样的困境，您都能吸引幸福的神灵关注您。现在您可能无法相信，但如果您始终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请让自己幸福吧。接下来，在第3部分，我将讲解一些现代人常常忽视的、能够迅速见效的吸引幸福之神的方法。现在我将介绍一些您需要了解的内容，以便抓住幸福人生并吸引好运之神。特别挑选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和有趣的建议。第一个要点，我想谈的是，不必总是全力以赴。完美主义者、过于认真的人，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和安全感的人。他们强烈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往往总是试图全力以赴。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倾向呢？但实际上，这是不建议的。无论是从身体层面、物理上，还是从精神角度来看，人所能支配的能量总量是有限的。即使您一直努力，最终也会达到极限。在关键时刻，如果能量耗尽，就会错失难得的机会，这是您不愿看到的吧？因此，为了在关键时刻全力以赴，我们需要学会把握用力的时机，调节能量的分配，在不需要拼尽全力的场合和事情上，为了保存我们的能量，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简单来说，学会一点狡猾或精打细算，对高效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那些成功人士或实现梦想的人，更善于掌握这种平衡。为了应对关键时刻全力以赴的需求，我们也需要培养灵活放松的能力。如果您是那种别人拜托您什么事情都无法拒绝的人，可能会导致运气下降，自身的能量也被消耗掉，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您在生活中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能量，吸引更多的好运。因为那些总是被拜托的类型的人，实际上是在将自己宝贵的能量投入到不情愿的事情上。
相当于在替那些强加给他们的人承担责任。因此，对于不愿意做的事情或不情愿的要求，应该学会巧妙地回避或勇敢地说不要，以保存您宝贵的运气和能量。此外，刻意地让自己处于放松状态，也是吸引好运的重要因素。神明喜欢在人的放松时刻给予幸运的机会。例如，当你因为工作而焦虑，想尽快找出好办法时，可能不会有好主意；但在洗澡、放松或者入睡时，往往会突然有灵感。一直保持紧张状态会让大脑感到疲惫，并且没有让好运进入的空间。因此，学会放松肩膀，放慢脚步，放平心态，调整自己的情绪，活得轻松些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二个要点，即如何通过良好的身体状况来提升运气。为了吸引好运，当然全力以赴做好眼前的事情，关心周围的人是很重要的，但也不应忽视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身体状况的好坏和运气密切相关。如果身体状况不好，能量和运气自然也无法提升。想要幸福，就必须日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保持健康。每个人都会有突然生病或感冒的经历，身体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上天的讯息，上天通过身体状况向您传达各种信息，所以以后要记住这一点。今天我来介绍身体状况不佳时的2种情况。首先是关于身体管理的重要性。如果您总是过于自信，容易过度劳累，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您是否在过度努力，告诉自己我还能坚持，或我不是会因为这种小事而气馁的人？您是否变得有些逞强，试图一人承担所有？请反思一下您最近的言行，或者神明可能在提醒您，周围有人愿意帮助您，您可能习惯于独自承担。实际上，有些人想要帮助您。身体容易变差的人，可以通过寻求周围人的支持来改善状况。记得在帮助之后对他们表示感谢。第二种情况是身体状况恶化，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工作压力。如果您最近感觉身体状况不佳，这可能是即将面临重大工作的迹象。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身体会在意识到之前就感知到即将到来的压力。身体的细胞可能在预感到未来的压力时，通过您的身体问题发出警告，这是提醒您需要提前调整身体状态，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因此，要及时进行身体恢复，并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管理。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未来的工作是令人期待还是令人不快，都会带来压力，因此身体变化在所难免。不过，如果您的身体状况良好，即使遇到不喜欢的工作，你也能更好地应对压力。身体的好坏是运气的晴雨表，健康状况良好时，运气会顺畅；相反，如果身体状况不佳，事情可能难以如愿。记住，照顾身体就是照顾运气，保持健康状态，让好运随时进入到您的生活。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些有点奇妙，虽然难以置信，但值得尝试的内容，以帮助您吸引幸福的神明。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关于照顾自己和保持身心健康的老生常谈，但当您感到无精打采、心情低落时，有一个方法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那就是水母。水母在水中漂浮的姿态非常梦幻、细腻且优雅，它们的神秘美感能够安抚疲惫的心灵。水母以一定的节奏缓缓展开和合拢伞盖的动作，给人一种如同婴儿听到母亲心跳时的安心感。您可以亲自去水族馆观赏水母，或者在网络上找到相关的视频，观看这些视频也能有效放松。您甚至可以将水母的图像设置为手机的锁屏背景，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放松效果。从灵性角度来看，水母似乎也是带来好运的存在，特别是在运气不好时。如果您看到水母优雅的旋转和漂浮，可能会为您带来好运，这被认为是即将迎来变化的信号。水母的圆形运动象征着循环，意味着事物在不断变化和转变。即使您现在身处绝望的境地，也可以相信，在时间和运气的循环中，
必然会迎来脱离困境的日子。这就是水母传递的讯息。水母的本质确实很神秘，其中一种叫做红水母的水母，被称为不老不死的生物。它能通过自我复制生成无数个基因完全相同的克隆，从而重新变成年轻的水母。借助水母的力量，可能对实现你想要的更健康、更长寿、更美丽的愿望有所帮助。水母能够提供治愈和安心感，并提醒您运气会发生变化，帮助您摆脱坏运气，支持您的愿望。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大的效果，可以在心情宽松时，不仅仅是观察水母，还可以想象自己与水母融合在一起，一同游动。这样，您的细胞将受到刺激，更容易吸收水母的神秘力量，从而实现心灵和身体的抗衰老效果，并大大改善肤质。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士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